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准备好了要跟你表白心意哈？谁准备好了跟你表白心意？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好，那给你一点时间做选择。好，那如果选好了哈，如果你要再看久一点，看一下暂停了哈。那选好了，我们就不啰嗦，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们一样先看一下哈，你跟他的能量的整个趋势跟发展哈，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流动啦哈，一个进展的形成是什么哈？我们大致看一下啊，让你有个概念跟方向感。好，来，先从第1张金星能量哈，来，我们再把水星能量翻出来。好，来，好，好，来，蛮不错的哈。这个人，他很有机会哈，跟你一起显化你们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爱情的状态、想要的那种未来的哈。无论反正你想象中的美好的未来的话，这个人是非常有能力跟机会跟你一起显化出来、制造出来、生产出来哈、制作出来、创造出来都可以了啊。那这边也已经定好了哈，那一种已经预定好的丰盛，在未来是绝对可以领取到的。在整条路上，可以让你看的，可以让你感受到是一个全新的冒险，表示这个人应该有蛮多的意外的惊喜哈，在你们，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哈。只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哈，因为倒吊人在这个核心美感的地方哈。它会让你们两个关系到了某一个进展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比较亲密，然后会特别想要为对方牺牲什么、付出什么哈，在爱情很黏腻的地方啦。那这边作为一个核心之美的概念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份牺牲是一种很美好的，抛弃过去，创造新未来这种美好。可是，在我这边理性的提醒一下说。还是不要太过度哈，这边还是比较太过度，有的时候还是要寻求一下朋友的帮忙哈，内在的平衡要很多，不要让自己失去自己太多哈，这边是要做一个小提醒哈。不过大致上这个点没有影响太多了哈，因为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神圣的。比较神圣的，比较不世俗的、不俗套的一种爱情的互相牺牲的感觉了。牺牲讲的有点重了，可是我觉得它有一种互相分享跟付出的一种很强韧的一个浪漫在这个里面了。那再加上这整个指引啊，整个路径，我觉得路径上都是好的哈。再加上节制牌做一种非常好的能量的方向的指引，表示他给你的路，给你们两个往前走的那一条路，都是已经准备好，能量上都是四方位各方面都已经分配的很好的一条路径，然后再到未来的方向又出现魔术师牌，这整张牌的流动哈，我觉得它分大概3个阶段了哈。前期你们就大概可以看得到彼此的未来，可能就是在他刚告白，然后你已经认识他还不错，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比较远的未来。然后到中间的时候，两个关系就会变得比较紧密哈。你会发现你们没有分彼此，然后对对方付出很多。那慢慢的找到共识之后呢，其实你们两个都能够创造你们两个想要走的爱情的路径，然后两个人的爱情观啊、未来观、价值观应该都还蛮接近，在这边看起来都很顺哈，都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找得到方法的，找得到节奏的。好，那在相处上没什么大问题，这边看起来相处上是没什么大问题，应该是说不是说你们原本就非常完美的契合，而是你们两个的协调能力、认知彼此、聊天、理解对方的能力很好。然后在心灵的互动上、心灵的契合度上，会有一种非常甜蜜浪漫的感觉在这里。那如果真的要看到一些比较小小的为难、小小的辛苦的话，就是这个节奏比较慢它不会很快，它节奏算慢的，会慢慢的爬升到很好的境界，因为它这里从起点到最未来的这一条路径，其实越来越好，而且最后的丰盛能量很强。可是它还是有些刁难，还是有一些需要你们付出，就是要慢慢的爬，会爬到那个位置的哈。
目前看起来都还不错。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能够找到互相能体会的部分，互相的认同感很高啦，互相认同感很高。那基于这两个金星水星呢，一开始是从这种完全不同的未来的方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新恋情啦。你可能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也从来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以前有类似的以前也有幸福的感觉，又遇到很好的人，可是这一次的幸福的感觉完全是走不同的方向，那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哈。那在遇到这里有在暗示说，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可能才经过一些转换。经过一些付出经过一些脱胎换骨，然后才遇到这个人，那表示在本质上，你本身有很多的历练的成长的改变，才让你看到这个人，才让他看到你这个人。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的部分哈。好，来，我们来看更细节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更细节的。首先，我们还是一样哈，先来看你们遇见了吗？你们遇见了吗？好，再来哈，你们中间的一些可创造的东西、可盘旋的东西哈，一些环境位置，我们都讲一些比较生活的哈。所以他现在在你附近的一个状态哈，那它的位置哈，从哪边行走而来哈？然后指引你们两个前进未来的方向的一个动力哈，那一座桥，还有路径上的阻碍哈，还有它的现况，还有一个直达的通路哈，路径上的。好，我们先看这些就好了哈。来，这边说你们很可能在某一个关系里面已经存在了，我不太确定是工作关系，是说他现在有在说你们两个有共同的方向，可是，这两张牌其实是有说，其实你们不算认识，还没有认识哈，所以我觉得这三张牌在讲说你们差不多要遇到了，你们现在所做的人生的方向，所想要做的事情哈，就最近可能想要去，不知道你们最近有一些决定哈，为促成你们两个人的相见啦哈，你们现在在同一条默契点上，这张牌有笃定你们两个的相遇了哈，因为这边有一个共通的，你们两个看到了共通的东西哈。这个未来性预测未来性，你们两个看到了某种共通的东西，然后正要往那里前进哈。这是你们两个现在未遇见前的我觉得还未遇见呢。那因为如果它是正的。我会觉得你们已经交谈过，甚至已经有默契过，甚至对未来的想象或是谈话的主题都已经出现。可是它逆的，我觉得它的能量变薄弱哈，反而是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于将遇见将遇见，因为它的方向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方向反而是转换成你们在某种时空里面有一种意识上的默契，让你们两个知道要往同一个方向走哈。那从这里路径上也说了哈，也是同一个方向。它这里有达到一个胜利的端点。那它作为搭桥，当它作为一个你们两个的通路的话，我觉得它在设定的是跟这个一样，你们两个确实是有差不多的方向跟要往的路径走。好，那指引你们的火能量不强，可是它是一个全新的启程，所以相互着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你们最近有一些的决定，正将你们两个驱使到往同一个位置去相遇，所以你们的相遇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啦。那以现在的距离上来讲，我觉得不算远，都在附近，可是你们可能中间有一些阻碍可能有一些时间上的不同。你们就算在附近，可是你们出现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间不同，所以即便你们在同一个区域，时常在那边活动，可是你们在那边活动的时间不同，所以你们会产生这种隐形的阻碍，没有看到彼此。这边也是，这边也是人的阻碍也是，时间的阻碍也是，位置的阻碍是，你们总是在同一个区域里面错过以最近的路程来说，是命运之轮的话，确实是在比较近的位置，可是就欠缺了那50%的幸运。好，我可以看一下法师，
其他的路径来说的话，嗯嗯呃，我觉得不算是，我觉得你们很早很早就在附近了哈，很早很早就在附近了，只是一直都没有在对的位置哈，没有在对的位置看到彼此。这边有路径绕了哈，一些很绕远路，有一些错过，这边都有出现哦。5 this fit 5个，距离通路上哈，我觉得你们一直都在有，一直都在很近的距离里面错过。这边有一个远的意向，就是说，因为如果即使你们在同一个商店，可是你们背对背，那就是最远的距离。他讲的概念是这样子：你们时常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但都不在彼此的视野里面哦。但还好，还好，这一开始核心牌是这个哈，我觉得你们的相遇的时间没有会拖特别远了哈，因为终究只差一些重要的事件吗？我看看，好，的确哈，的确是还有一些比较更有深度的事件点将要发生，所以可能在能量上有在安排一些比较好的相遇了哈，还在规划哦，时间上还在整理哈，还在判断，还在寻找。看来能量的暗示是说，你们的相遇是迟早的，是一定的。可是，在彼此的能量的互动上，是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时机，想要有更好的时机，想要有更好的场景，好，想要有更好的环境情境都算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更深层的东西哈。来，好，呃，这张牌哈，在说你们的相遇哈，是一个非常高精致度的确定，有经过了高精致度、高质量的审判，哦，才决定让你们两个在一起，表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这可能是各方面的能量的审核或什么决定这两个人应该要相遇，所以难怪其他的牌才会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相遇的状况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让你们遇到哈，这么难得，这么精挑细选，哦，概念上是这样。那他在说，其实你们在你们附近哈错过很多次了，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有时候很靠近是固定的，就是说你们本来就会两个圈圈这样绕嘛，哈，总是会有很靠近，哈，两个端点总是很靠近，可是很靠近，可是就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好的时间让你们交集了，所以不用担心，这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它到了最好的时间的时候，就是会让你们认识，哈。那从这里来说的话，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的能量，哈，刚刚前面就已经说了嘛，你们一直都有一种很远的感觉嘛。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的连接本身以灵魂的角度，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连接到，然后把彼此吸引到身边来的。好，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他会提早察觉这件事情啦。哈，我觉得他发现你的时候，他的动作应该就会比较多了哈，他的那个状况就会比较，他的表达性应该就会，但是今天的题目方向应该是往这边，可是这边却感觉到这是一个同步的。我反而觉得1号牌哈，它比较像是你们两个是同步的。今天虽然说是他将要跟你，他准备好跟你表达心，题目是这样，好像他已经跟你看，他已经看到你了，准备好了跟你。可是今天我看到这副牌的感觉比较像是你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契合度，会表达出彼此立即的喜欢跟好感。好，这个是我觉得1号牌是同步的。好，是双向的，我觉得它并没有分散一个时间先后，好像讯息都是给予你们两个。就回想像左左向右左那个故事一样，是同步的，你们是很多时候是同步的。可惜现在的状况来说，
能量上所期待的要往的未来是同步的，可是时间跟空间上现在却不同步哦，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其他的牌的路径都已经准备好了，这2张牌的路径都准备好了，好的时间跟好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中，就差行动，时间上到了那个端点就有了哦。那以这张牌来说，确实是已经给你们一个好的结果了，那就等待一下哈。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翻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的点哦，你们两个的一些交集的点，来，好。你们从这边你看，这边用圣杯十来讲你们内在的水能量的直觉上的心境上的同步率非常高，只是行动上各方面五感上面的同步率还没到，可是内在的同步率非常高。所以其实你们对于人生想要做什么事情，未来想做什么，现在想做什么，心情感受很多东西，你们未来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很多喜怒哀乐的节奏，其实是很雷同的哦。那这边有暗示了啦。你们很有可能会因为朋友、同才、室友、同事这种跟你们蛮近的人的一种共同，你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人，他会因为你们两个对他都有所求，所以会达到某一种桥梁。就是说，这一个人他应该对你们两个都很重要，只是他并不可是你们两个并不知道你们都共同认识这个人，可能之后会有一些特别的端点、特别的事件的时候，会提到你们彼此。我觉得这边在讲的是说，心灵上的连结，他这个人会有印象，有2个很类似的人，然后他会把你们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边有偷偷在讲这一个东西，因为这里在讲一个非常高的同步率，非常高的类似性、相同性，在这一个人的直觉上，他会知道说，好像有这2个人好像可以让他们认识，会有这一个小小的桥梁所以就必须要依照这个路径上，要等那个事件出来，要等他内在的直觉出来了。我觉得这里突然被暗示到了，这一个人是你们2个灵魂上的交集这个是这个，所以应该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介绍，或是很奇妙的邀请的见面了好。这张牌在讲你们2个的灵魂的状态无论是灵魂家族、灵魂的距离这边在讲说，你们在灵魂的世界里面，曾经在某一个界限里面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路可是在走向不同的路的时候，你们有对彼此 say goodbye 道别。所以其实，在灵魂的角度上，我觉得你们是熟悉的，你们是知道你们将要再遇见的。所以回到这一个现实面来说，真实世界来说，当你们一遇到的时候，确实就会一拍即合。今天这组牌无论怎么翻，它都在暗示一件事情：你们的见面是会存在的，你们见面是势在必行的。还有一件事情在说，你们一见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讯息，叫做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见倾心、一见钟情，这些东西都会一起都会跑出来。所以这边就暗示了，那是因为你们2个的灵魂在某一个时空里有决定先离开彼此，之后再相见。它有一个分界点、分歧点，在某一个时空里面出现这就是你们2个人的灵魂上面的浪漫啦。那我们再往这边看，好，如果这张牌出现的话，那就表示你们本来就走在同一个路径上了这一次的相遇确实是在同一个路径上，就像这边说的这个路径你们2个就已经一起走了，路径有了，这里一直都在说在同一个路径上所以很单纯了，这张牌就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你们甚至，我觉得这2张牌都在说，你们甚至没有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隔阂、非常多的陌生、非常多的距离，这个都没有，反而有非常，你看连这里都有连贵人的感觉、远道而来的帮助什么的。不过有小小的讯息啦，很有可能是在工作环境上面突然在某种介绍、某种串联、某种搭桥的方向，让你们需要互相帮助彼此，有这个讯息，但我觉得不是那么强因为这个人
似乎或是这个媒介，这个灵魂媒介似乎有发现你们近在咫尺了，但是一直没相见，所以他心中会有一个直觉，觉得他认识你跟认识他好像是认识同一个人，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好像要让你们认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件要让你们认识。以这里来说，并不一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搭桥，你们就会认识。他甚至这边有说会有一个非常巧合、巧遇的状态，是预定好的、决定好的。那个事件对你们来说是巧合，是邂逅，可是是设定好的。那这里它只是一种灵魂上的验证，知道这两个人应该要认识，他是用应该要认识的状态去决定的哈。所以从种种的位置，你们的相遇跟立即的表白心意，看来就是这一体势在必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组没什么大问题啦，就是等到遇见而已哈。整个能量上都很顺哈。来，那我们来吹毛求疵一下，我们来翻翻你们的差异性跟可能拖长的距离有没有出现哈。来翻几张就好了，不要太多。好。还好啦哈，能量上已经连接了，不太会错过哈。你们现在本来就处在一种不同方向了，这里也是哈。所以现在即便你们生活上的困扰也没有任何关联哈，不管现在都还在自己的生活里哈。慢慢的、慢慢的就要遇见，这边也是这边也是。我看这里是都还好，这边都是这边这几张牌都诠释了这里的路径了哈，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多翻，我只是在做一个验证而已。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没有问题啦，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哦。对于时间上的问题，我再帮你翻一张牌，好让你确定一下它的时间感是怎么说的了哈。然后这个抽完，我再帮你看一下一些确定大概的暗示的时间点哈。好，等等哈。时间感的问题，我看一下这里哦。这张牌哈，其实有特别指出，应该会有一个女性的贵人哈，她会成为你们中间比较重要的角色吧，串联。我不知道，反正他这边有特别讲说，因为我问的是时间感的嘛，所以他说一个女性的重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会对于这个时间感做一个矫正，做一个影响。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女性创造出来的一个时间事件哦。可能搭配在这里，或是决定好了你们时间，反正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了哈，它会影响你们见面的一个节奏了哈。这个我们就做参考哈，毕竟我是多问的哈，你可以去大概敏感一下，也许你身边有重要的哈女性朋友、女性工作伙伴哈，接下来会给你一些比较强的任务，可以决定你的一些方向感，这些类似的东西，你感受一下。好，那到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哈，我们来看天使历法的牌，给一些时间点哈，做参考。这个参考什么？参考你跟他能量最近的时候，记得不要去寻找，不要再特别在这个时间去寻找。你只要在这个时间点，你心里感受到你要更坦然、更坦诚的展现自己哈，才会连接到他的正能量哈。来，两个时间点哈，第一个时间点，这里好了。这个时间点会比较，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以我现在翻牌的时间，这个是40天前，表示你们前面哈，如果确定的话，40天前其实你们有非常接近的能量，那现在看起来是错过的，所以没关系，我再多翻2张哈，看它会不会有重复，如果没有重复，那就差不多。来，2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到3月底哦。再来这个时间点就是2月底、3月底、2月底，那都是最近所以他近期在这一个范围里他蛮靠近你的耶，这应该再翻一张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闭锁了，我觉得这能量都太闭锁，翻3张都在同一个范围里，我觉得太闭锁，没有一个2个时间的跳跃点。我再翻这边说8月中了哈，所以这3张你可以翻成是一个
范围啦，哦，你可以当成是1月底、2月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那这里到8月中，我觉得如果这3章都在讲这里的话，你可以敏感一下。最近它应该离你已经蛮近的了，就差一些敏锐的能量连接到，它应该有可能在附近了哈。如果3章都讲这附近的话，看看有没有朋友有感觉到哈，他就在附近，那你们要给你们一些条件上的暗示，就是说你们很相像哦。你们相信各方面做事、讲话、聊天、方向感、节奏感、频率、喜欢的东西、兴趣，很多东西都很像。在这里其实有一点点像是一种 twins 状态，你们的能量比较像 twins 状态，而且在互补性上面都没有说你们是互补的，都只有说你们很雷同，然后分开，先分开。很多能量都是这样讲，所以你们的相似性很高哈，这个是。寻找它的一些条件跟讯息，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那这里就可能8月中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哈。为什么我会觉得比较远的会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流程啦。你时常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不是很喜欢很靠近的能量，因为它就会有一种立即性哈。那我觉得，那如果现在要发生，那前面的步骤在哪？前面的流动在哪里？哈，那尤其这组，好啦。如果以这组来说，它确实是会突然跑出来的。可是，在能量上感觉你们在附近很久，我又不觉得它是突然跑出来的。可是对你们来说，应该是突然跑出来的。那这个能量可能会比较好了，这个能量可能也算很精确了哈。所以你感受一下哦。好，那先这样哦。这里的讯息就先讲，我们之后再看其他影片里面有没有它的类似讯息跑出来。哦，这个相似性，记得这一组的相似性很高。那再来，我们来看3张动物灵卡。来看看，给你3个最近的提醒哈。来，这里在说，最近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想想自己的优缺点哈，可以检讨一下、反省一下、更正一下自己的优缺点哈。他这里会做这个提醒，表示说你最近可能忘记检视一下自己。好，这里只是在提醒你，可以想一下啊，可能在提醒你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你以为做对的事情，其实是做错的哈？他叫你停下来想一下。好，那这里在讲说，最近可能有可能你误以为蛮好的事情，可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里也要你注意一下哈。我觉得这2张牌都在讲，你最近可能要冷静下来，检视一下你周遭环境。好，那再看一下这张又怎么说。好，这张说，其实内心的平衡哈，现在内心的平衡还蛮重要的。哎，我觉得这3张牌都在讲一件事情啦，你最近可能有点乱哈，最近可能决定事情有一点点慌，有点盲目哈，有点无头苍蝇，在讲这一件事情。这张牌在讲说你要平静一下。你要平静一下，要静下来啊，要冷静一下。这里是在叫你说你要醒一下，你要醒一下。这里是在叫你说不要随便做决定，不要随便答应别人，不要随便相信别人。好，所以这3张牌都在暗示，都在提醒你，你最近要先冷静一下，先停一下，先安静一下。它一定是在暗示你最近慌了，附近很多事情乱了哈。好，所以这边请你。先等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醒一下很重要哈。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哈，审视一下周遭环境哈。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讯息我觉得都不错了哈，只是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敏感的发掘出来这个人到底在哪里哈。好，我觉得还不错哈。那这一条讯息我觉得算新的，之前的雷同性没有很高哈。好，我还蛮期待这个的。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我们接下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准备好要跟你表白心意了哈。好，我们来看看他现在的状况和你们2个之间能量的状况哈。来，先看一下大致的发展的状况哈。这一个是比较远的哈，它可能就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拉得比较远哈。那我们后来再用这一张翻的话，比较
这个大剧里面的一个小段哦，就比较像是你们认识前或是告白前的这一段。可是这里要翻的就比较远哈，可能他从什么地方来，什么时候你们的遇见哈，一个状况，还有一个未来你们会往什么地方走，什么样的方向走的比较远的。哦，这个是这个大方向的。好，来，我们先从金星能量的位置我先翻哈。哦，还不错，你们两个各方面都很契合啦。哦，各方面都很契合，能量上都很合适，然后可以一起，算是可以一起去显化你们想要的爱情路径了哈。好，我们再来往下翻哈。那只是这边有看到你们第一次的见面，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就有爱情的瞬间跑出来。这边说的是这样哈。那你们会有蛮多的判断，会有蛮多的选择哈。你们会相处一阵子才会决定在一起，路径上是这样。你们算理智的一组，好，对于选择感情、确定感情，你们算理智的一组哈。那我看一下，没错哈。不过你们的相遇，在心灵的角度来说是极度幸运的，是非常幸运的。你们能够互相帮助彼此，好，还能够互相引导彼此走到更好的路径上。这边都这样子写了哈。那只不过你们对彼此有点小严格。因为你们对自己可能也本来要求也很高，所以各方面对彼此要求也很高，所以也难怪在逻辑上面，整个逻辑上面，你们对于新情人的出现筛选的标准蛮高的。好，但是当一切都决定好了，你们两个却可以完全创造出你们两个人想走的路，各方面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好伴侣，各方面都符合标准了，就会往前走。那如果以今天来说要选择到这个人，那就表示这个人确实是有这个能耐啦。哦，而且一些这边有看到了，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确定好彼此的能耐、能力、天分、本质、特色各方面的，就知道你们两个可以往一个好的方向走。那只是这边在说一件事情哈。你们的差异性应该蛮大的，彼此的差异性蛮大的，所以初期两个的磨合跟认识、理解彼此的特色、优缺点，花了一些时间，可是终究结果是好的，会往比较好的方向走。那这组比较像是有点苦尽甘来吧，或是先苦后甘，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苦。它只是你们两个在这一份感情上初期的时候，花了比较多时间，用比较理智的角度去判断可行性。所以浪漫值偏低，但是未来以生活的实际度、现实生存各方面的实践、生存能力、完整度都还比较不错啊。那就是浪漫值偏低，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这组的核心就不是走浪漫的，而是走一种生命上的升华、生活上的提升、品质上的提升、相处上的提升、生活上的安全感、未来性的着重哦，大概是这个方向。好，那我来看比较近的部分哈。来，那我们来看两个生活上的哈。先看你们两个是否已经遇见了哈，因为这组很特别了哈。虽然说他已经准备好表白，可是有的时候是不是突如其来的表白，或是已经认识很久了，决定要表白不同哈。来看，目前还没有遇见哈，目前还在自己的时空里面打转哈。好，的确两张牌都说还没有遇见哈。那你们的相遇，目前3张牌来说是需要某种极端巧合的遇见，但我们来看是否是。我看一下，好，工作上遇见的几率蛮高的，他会在某一种合作需要解决某种工作上的问题上需要合作。然后，所以需要找到彼此。可能有人会发现说，需要去介绍谁来一起帮忙，或是介绍谁来做工作上的事情，然后让你们两个遇见。这个算是一种巧合吗？我觉得这算是一种跨越，因为你们彼此可能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工作，没有办法互相支援，可是却能够互相帮忙。就是说，你不会的他会哈。所以他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的暗示，我把它翻完。
把这个确定性翻完哈，因为我怕讲到后面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反转。你们两个是所处在完全不同的工作领域，我觉得工作的讯息蛮强的。为什么？然后他也不在附近哦，他在蛮远的位置，不过你们的工作可能在这一次有实质上的关联，会连接到，然后在你的角度上，你会有一种大开眼界吧。反正就是一个完全你不熟悉的领域的人来帮忙哈。我在讲哦，不一定是他来帮忙哦，而是这一个接轨接起来之后，你们才有机会认识哈。两边不同的人群哈，在这一次的工作的互动里面才开始认识的。我觉得工作的能量虽然有被暗示，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强哈。我再来看一下他这一个，我直接翻3张牌，我想直接看一下这一组牌的延伸哈。好，哦，都这么大的牌啊。没有特别一定说是工作上，但是有说你们两个人的连结应该是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浮现出来，表示说你们两个现在所处的世界里面、环境里面底下有别的故事线正在慢慢把你们两个串联出来。这里讲的是这个，那这里有说应该是。我们把它先排除工作上了，但我又觉得这个工作直觉很强，我觉得它应该多多少少跟工作有关啦，可能是工作的朋友的介绍或者是什么的介绍，然后认识，多多少少跟工作有关哈。那我只能说，你们现在有别的不在你们两个人的故事线的别的故事线正在默默的把你们串联。我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工作的场合。你的主管或同事正准备提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需要你参与，可是你们公司有某一个项目没有这个人才，所以需要跟别的公司合作，或是外派，给别的单位擅长的做。那在这个工作范围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接洽，会有一些开会的时候。就跟外部的人做连接的时候认识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蛮大的，所以我才说它会有一个不在你们两个之间的另外一条那个线正在串联，好，然后会让你们两个遇见。那这张牌讲了一件事是，你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邂逅，然后会在一个你没有预想的、没有期待的一个范围里邂逅，所以它有可能就是。开会或是工作的环境上遇到，那他会用这张牌就表示说，当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觉。那这张牌命运之轮倒着，只是能量比较强啦，哈，只是还没走到一半啦。这里在讲说，那一条远道而来的路线，让你们两个相遇的这一条路线才是幸运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快浮出来，或是他在讲说，这个人现阶段他的工作环境跟他的状态、生活环境是离你蛮远的，所以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完全不是你生活里的人，当然就不是你工作范围，他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人。这里有多做一些这个暗示，从这里现在某一些连接的牌都是看不到彼此的哈。所以只能说，这组确实是有可能会在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有感觉，然后在慢慢的相处之后，才有可能对你的喜欢才浮现出来。因为基于我们前一组牌来说，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并不会有立即的感觉啦，因为那个风能量被阻碍了哈。那个恋人能量、风能量是在逆向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因为这一次遇见，然后慢慢的就会有感觉哈。
好，看来这组发展的比较慢。好，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基于这张牌的延伸来去探索一下，为何在你们两个遇见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能量上的改变哈。我们来探索一些比较深的。我先从炼金的角度来探索是什么状态。这里一张，这里一张哈。好，我再看一下这个桥。先从这里开始哈。这里在说，你们的相遇其实是有一个任务的哈，是要体验一份之前没有遇过的爱情之外，好像这一次的爱情是有一个反省的能量，好像能让你理解之前你的爱情上面的一个错误，理解原来这才是你的要的爱情，之前的选择各方面都是盲目的或什么。这一次的爱情是一个审视的状态哈，是有任务的哦。来，这里是智慧吗？这里说，你们两个人的相遇跟这个一样，他这边有一个进化的角度，表示这一份爱情是势在必行的，必须要出现，确实是一个任务状态的爱情。你们两个的相遇是被指定好的哈，好像是为了让你们各方面内在的在更高的一个提升而做的一个项目。好吧。这张牌它原本的讯息叫做底下讯息叫做一个完整的旅行，完整的旅程哈。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距离跟你们现在的关系，跟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并没有爱情力起爆炸，然后还经过慢慢的相处才知道彼此的心意。他在讲说这一条路是一个完整的旅程。当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通常都会觉得他没有所谓的一遇见就爆炸型的一见钟情的那个能量，因为他不是，他比较像是说要走完整个流程，要慢慢的才有的，才会开花结果的，慢慢的才会开花结果的一个流程。所以这组才会从前面开始看，我都觉得节奏不会很快即便在这里。今天在这里，这张牌也拉慢了角度这张牌也拉慢了角度，两张牌都拖慢了这两张牌都拖慢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再加上这张牌，我觉得这三张牌的组合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们的关系的进程节奏是健康、缓慢、健全的，不快，要慢慢的把它走到底但是通常这样子的牌面，我都会说，还是事在人为。为什么？要坚持走到后面才有。那这边也在提醒，这一段流程里跟这个一样会有很多的自我反省，会有很多的自我进化，会有很多的互相进化、互相理解，然后才会达到后面更高的智慧。我在这边在暗示说，这一份自省、改变、提升、觉醒，才是确定未来是否可以在一起的先前的必要的能量。所以前面的流程才会这样慢慢走那这组算是要发展的比较慢了可是在整个流程中、过程中，慢慢可以看见彼此的心意会去慢慢的确定彼此的心意，所以再到表白、心意或是告白都不会那么的错愕，不会那么的惊讶，好像就是水到渠成的感觉。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相同的东西好，都还不错先从灵魂的位置，算是魔术师牌讲的是说，其实你们两个在灵魂的宇宙，或是灵魂家族的角度你们算是非常融洽的两个能量。无论你们在任何位置，只要你们能靠近的时候，你们就是非常棒的伙伴、伴侣。你们能够显化出非常多的真实世界、美好世界，所以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伙伴能量在灵魂上就差遇见啦。通常这样子的能量就差遇见啦来这边好，你看这两张牌都是我在看你们两个一开始遇见的状况，都是属于一种不那么顺。会有蛮多的判断蛮多的理解，还蛮多的挑战那
会蛮多的比较哦。其实你们内心知道对方很好，可是却不会轻易的接受跟轻易的赞美，蛮多的挑战跟蛮多的挑剔。也因为心里知道对方很好，所以才要希望对方更好，看能不能激发出、挑战出更多的本能各方面。所以你们两个有一种打打闹闹的感觉。我是觉得你们前面做朋友的时间会比较久，心底的喜欢会压得比较下面，你们会压到真的有一些很特别的事件点出来的时候，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对方的喜欢，会这样哦。你们这一组是这样哦，应该说什么啊？可是这里却说了哈，你们两个的对彼此的感情，它一直都在加分，没有减少，只是加的分数不多，节奏也是缓慢的。基本上这组牌是要冲刺的，可是它逆向哈，所以我才说有在加分，但加的不多，还是慢慢的加。可是它到了某一种饱和点，就像这里，你们很难去否认对彼此的感觉。所以这一组哈，我觉得今天1、2号牌都类似。它不是一个谁等谁去告白，谁等谁表达心意。你们两个其实都在同步的一个状态，两个人一起提升，一起成长，一起慢慢相处，到了某一个阶段就知道说，好像真的有那一份感情在，然后不会避讳，也很难避讳，想避讳想压抑也很难哦。它就是该出来的一个能量哦。好，你看吧。这个位置我要翻的是否有真的在阻碍你们发展的能量？这里说没有啊，其实没有，你们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能发芽出好结果的泥土上，它不是一个阻碍，它反而是帮你们往前送。只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沃土，好的土壤，它要长出东西需要时间，所以也是一个慢动作的哦。该加速的牌都处在一个逆位的方向，所以也都算减速，也可能说也算加速，但加的不够快。该加速的牌都是这么说的，你看这里也是哈，这个牌也算该加速，可是它不算加的很快，可是它又在一个缓慢的排位上。我在这个位置问说，什么东西成为了你们关系上的初步阻碍？可是它是用这个牌表示，好啦，本来该快也慢，慢又慢了一点，所以。慢，我觉得这关系是稳健的成长型的啦，稳健的成长型，所以就符合这张牌，这是一个必要的流程，是一个完美必要的流程哦。好，这一组还蛮仰赖另外一条故事线的发展速度快一点啦哦，不然你们两个目前其实是在蛮远的距离。哦，他真的需要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事件把你们拉在一起了哈。即便你们的契合度跟他们都很高哈，可是节奏算慢的，我觉得节奏算慢的，就是要再耐心等待一下。来，我们来看天使历法牌给你们的时间点，大概说慢不慢，说快不快，大概到底在什么时间范围内哈？来，我们先看2张范围。好。这里说可能要到5月中，这里说5月中，好，参考一下，好，不要太依赖这时间，参考一下，大概5月中会有比较近的距离，会有那个事件发生，哦。这里说的是8月中、5月中跟8月中这2个时间点，你期待一下哈，不要太依赖这个。为什么说不要太依赖这个？他有可能在这时间点之前你们就已经认识了。他讲的是你们两个能量的一个比较高昂、撞击比较猛烈、火花比较多的时间点，哈。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哪个时间点会比较最靠近哈，不然它也不会很高火花。但我通常都会说，我说不要太依赖这个，就是说，因为它前面还有一些周期的浮动嘛，每2个月半都有，所以可能5月中这边5月中，因为这2个前5月中，然后这个再往前，可能3月初也有可是就能量比较小，或是有靠近不认识也有可能那我们该所做的准备就是一样我每一集都会说，坦诚的表达自己，不要包装，拿出自己真诚跟好的那一面就好了，因为这样你才会连接到真实的讯息，至少别人从你这边拾取到的讯息是真实的，好吗？
好，我们不要去猜想别人的伪装或包装，不要，我们都先觉得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真诚，我们多真诚，对方就多真诚；我们多坦然，对方就多坦然。我们这样子想世界，想意识的流动，哈，你也只想连接到这样子的人嘛，对吗？所以你一定要足够的坦诚、真诚。好，不是说太做自己或太直白，不是，你要明白自己的坦诚是什么的程度，把它表现出来，不要包装，不要伪装，不要美化自己。哦，不要太过于美化自己。哦，在礼节上、礼仪上、礼数上做标准就好，但不要过度美化，这样子我们的讯息才会传达出来。在这两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连接到对的讯息。好，要这样想就好了。来，那我看一下哈，30是好，这组比较快哈，这组蛮顺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灵卡给的3个讯息。好。好，动物灵卡给的3个讯息。好，第一，好，这里在讲说最近哈，你如果生活上有些困难，有些挑战，有些低谷，自己想不通，你去问一下你周边比较有智慧的人哈。又要再说一次哈，不是去找你最好的朋友说，你要去找你觉得有智慧的人问，他会瞬间就帮你破解了哈。来，这里哈。这里在讲说，最近你身边有蛮好的太阳能量、疗愈能量哈。如果你想要去放松、想要去旅行、想要去休息，就赶快去。最近你的各方面能量的回复力蛮好的，利用一下哈。哦，不要太刁难自己哈，不要太辛苦自己。最近想要放松、想要去什么就去，赶快去哈。好，再来哈，这里说的是说准备有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已经准备好了，好，慢慢在发生，正在显化中，好，那你最近加强一下你的向宇宙许愿的那一个，你之前有许过的愿望，你再去集中一下，就比如说你之前许愿某件事情希望成真，大概几个月前有许愿过，跟宇宙提起下订单过，你最近再下订单一次，再用最近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跟宇宙下订单。再下一次，哈，可能会乘胜追击啊！因为最近有一些好的能量，魔术师的能量，哈，聚集的能量，显化的能量，点石成金的能量有在出现，哈，将要出现了。你好好的再去加把劲就可以了。好，好，那我觉得2号牌没什么大问题，哈，整个大时间上的流动都不错，就差你们的耐心，哦。那这组很难靠你跟他去促成你们的见面，蛮仰赖另外一条故事线的哦，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直接联动，你们的直接联动跟如果你们自己去挖掘这一条路径的话，第一我觉得没有这条路径，第二，因为你们现在的距离非常远，很难寻找到彼此，但是其他的故事线却有连接到你们2个人的秘境哈，所以还蛮依赖。你周边的朋友把这串联，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有工作案子要合作就去，如果有朋友的邀约就去，但它的本质可能都还蛮偏向工作的。你好好，你敏感一下哈，所以尽情的在工作上发挥，应该就会跟它的联动跟连接比较快速。好，那这样哈，那这组牌也是很新，我这组牌很稀罕啦，很稀罕，我很少会连接到这么远。哦，这么远的人，可是却有一个很不错的他者所创造的连接哦，我觉得这个是新的讯息，你可以先放在心底一下。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他已经准备好跟你表达心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今天的牌很特别，1、2号牌都是不是认识的人，都是还没有出现的人，然后都会有一见面就很有感觉的一个能量哈。那所以这一组的表达心意比较像是在初见面的时候，就会有比较深刻的感觉的表达哦，不是一个认识很久他准备表达心意的哈。看看3号牌是否会有比较不同的路径哈。来，我们先从机器能量开始哈。哦，看来类似哦，哦，看来类似哦。如果是出这张牌，那就可能类似哦，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们的吸引力来的比较晚哈，看来类似哎，好，没关系，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哈。太奇妙了，好。不过这边有说哈，你们两个彼此都还蛮符合彼此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人那个样子哦，蛮符合自己想要等待的那个恋人哈。可是内心的流动出现的比较晚，但也还好哦，这边都还好。来，我来纠正一下哈。你们两个应该会在一个场合里面哈，然后一看到彼此就非常有感觉，然后就会聊起天来，而且还蛮契合的哈。然后在各方面，你们的互相的吸引力都还蛮强的，来得不晚，其实来得不晚。那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各方的能量都已经准备好，都已经准备到不错的程度了，所以会有一拍即合的状况会出现。有这个能量还蛮强的，无论是在心理上、生活上、聊天各方面都很像，未来的工作展望各方面话题都很契合。那严格上来说，去审视、去判断、去条件化彼此，也很快就过关。那只是你们两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差异，一个很聪明，一个很有智慧，这是有差别的哦。这个是你们两个的特色哦，你们要注意一下哦。那也因为一个是很聪明，一个很有智慧，走的方向很类似，但是不同，而产生了一种很高度的吸引力哦。那这组比较缺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朋友没办法对于你们这份关系帮上任何忙。这个大家瞧，朋友的能量就很弱，所以前面也就说了嘛，你们两个是自己走到彼此面前去对话，这个讯息还蛮强的。你们在一见面的吸引力里就产生很强的连结了哦，所以很难逃脱这个状态。只能说了哈，你们两个一接近的时候，能量就很强，丰沛能量就很强，能创造出来的能量就很满足。该说是你们两个本来就预定预见吗？我觉得后面才会知道，但我目前觉得不算。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吸引力是因为你们两个终于在很近距离的范围里面出现了，那有类似的能量，有好奇的能量哈，因为你们的四方能量、风水火土能量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种较劲的感觉，而吸引到彼此前来去对话，好奇心使然哦。还经过一番的判断哦、挑剔哦、审视哦、检索对方好不好哦，有哦，两个都做了这件事哦，但合格过关是这样。在某方面来说，当你们两个一遇见的时候，似乎有很多的爱跑出来，不是只有爱情的爱哦，有爱、亲情的爱。爱人的爱，这方面的爱，博爱也有哦。那种爱的能量就爆棚，很奇妙。你们两个接近的时候就有这个状态哈。好，没关系，我们来期待一下这组，我觉得算直接的，开门见山的，好，不会拖泥带水的。然后还有逐步的发现更多的喜欢，对彼此逐步发现更多的喜欢哦。好，来，我们来再往下深究其他的哈。有趣了，这组至少我觉得，其实这组跟1号牌有点雷同，只是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现实的状况怎么发展哈。来，好，我看一下哈。来，你们认识了吗？哟，这个是暧昧的讯息哈，看起来像认识，可是又很像认识了，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跟我们前一组牌有种不太同的方向哦。
光是这张牌，我先直接定义哦。来，这一次的相遇，走的核心价值是怎么定义的？这边说了，你们的相遇本身在灵魂或是能量或是意识上的连接，是从很遥远的地方连接在一起的了哦。所以你们的相遇本身不容易，你们的相遇本身不容易，算难得哦，不常见，跑了很远才遇到。这里都有说，所以我觉得你们至少有过一次的遇见，可是能讲的话不多。所以回到上一组牌，他讲的是你们就一拍即合状况，我觉得可能不在第一次，可能会在第二次有比较多的交谈跟互动的时候发生。因为这边在讲你们可能有一次的遇见或什么，可是已经有感觉了，可是彼此的联动跟所能行使的能量没有那个空间，被拉走了，被淡掉了哈，弱化了。所以我觉得，以我这边在翻第一次遇见的状况来说，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杂讯，让你们没有好好的发挥。哦，好，没关系，我们把其他的位置翻出来。别担心，你们还在附近哦，你们就在彼此的附近嘛，你们没有失去彼此，你们没有拉开彼此的距离，你们在附近啦。因为你们的能量在这里说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连接互动，即使第一次的创造的遇见没有发挥的很好，可是你们周边的人际关系跟彼此的关系好像都做了一个好的联动，所以你们不会离开彼此太远。好，那在某种竞争的感觉上会拉近你们彼此，所以你们有可能会依稀的听到有其他人也喜欢他，或是他有依稀听到有别的人也喜欢你，这些讯息有推动你们更想获得彼此关系更靠近，有这个讯息出来。好，来，好。不久后，是不久后吗？还是已经？应该算已经。你们中间把你们搭桥，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的事件已经出现了，所以跟这个蛮符合的了哈。因为其实这个是比较未来式的，我们要往前推算，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牌？这里说确实是有一个事件哦，好的事件已经发生了，让你们遇见，确实是有哈。那这边说，六啊，好，其实你们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因为某种熟悉感而促成你们两个的对话，促成你们两个人的认识。这边已经透露第一个讯息。前面说能量很强，你们两个的能量很强，所以很类似，所以让你们在遇见的时候就会很想要跟彼此。这边说其实是因为确实是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我看一下这里再怎么去演化这个好多你们的状态真的很丰富你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虽然我觉得你们第一次可能真的没有发挥到好，这边说这边好，可是你们第一次就有一种这个人看了就很顺眼然后很想跟他聊天然后聊天也聊得不错，然后外在各方面还充满了吸引力这个牌出现2次，然后驱使你们两个的认识，无论是谁主动，都算是好的开始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一个好的事件，可惜真的到这里2张牌都说，第一次没有发挥的很好，看来还会有后面了因为这个联动已经开始了，我是没有那么担心了只是觉得有点小可惜，应该在第一次就要发挥的非常好所以3号牌的朋友他应该算是已经有见过面，但是还不足以是成为朋友，关系已经比较好，没有就只是见到面。
因为没有发挥的很好，所以没有太多的好的观感，各方面都出现了。可是有留下好的印象吗？这边看起来是有留下好的印象，已经有留下不错的印象，有出现哈。嗯嗯，你看到已近的能量哈，最靠近的能量都说上面这一组能量不错，就是在你周边靠近的能量也是势在必行立即就要发生了。所以我可能要排除第一次见面没有发展很好，因为他可能下一次就一切都要出来，因为他整个熟悉度跟见面那一种客套就没有了，他就会直接单刀直入的，就是直接进入话题，你们两个就会呈现一种非常契合的状态，很多内容啊、聊天啊各方面都很顺哈。多翻这2张，我看一下其他的位置。时间，时间跟事情都没有出现，看来只能把握你们下一次一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我觉得他会很直接，他会很直接的就看到你就会过来直接跟你讲话了，所以应该是跟工作无关，就是朋友的聚会或什么。我觉得这一组完全没有工作的讯息，他就是朋友的聚会，出去玩，或是你去喝酒，去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遇到的。好，要让自己出现在比较多人的场合、交际的场合，它才会出现哦。因为这边算有蛮多杂音的了，可是都没有成为阻碍，只是一个环境的制造哈。那好的时间点、好的事件没有出现，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事件点，才能够让你们这次的交集比较好？没有这个讯息哦。他这个讯息不出来，就表示说，只要你们再遇到一次，随机的遇见，就是那一次感情上各方面的最好的开端了哈。这个随机再翻一次哈，不行，我用这个翻。这边说哈，我觉得这边翻起来我就要翻这里了哈。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在各方面能量上、本质上，就是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所以无关乎契不契合，只关乎你们的最好的开端，最好的那一次。好，来，没关系，反正它会有啦。这组牌哈，这个位置虽然说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变薄弱了，可是我觉得周边的能量都很好哈。这一次可能有一个意外的讯息、意外的杂讯先打乱了。可是整组牌的主题就是先遇见，能量就会连接，所以遇见才是重点。遇见的状况好不好不是重点，当遇见开始之后，整个路径就往好的地方发展了哈。所以我才说有点小可惜，你们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应该发挥的很好了哈，因为那一次应该会很多东西都很有趣哦。可是我又觉得也还好，这也有点欲擒故纵的概念，被拉开了，反而印象更深刻了哦。反而现在在遇见的时候，还会更把握下次再见面的一个状态哦。好，这里我先等一下，我把几个东西翻一下，一个定义一下你们关系的能量的牌，我先把它翻起来。好，然后先说，你们并不是 twins 的状态，不是双胞胎能量。好，你们是两个很强的能量，没错，但是你们并不是我说的你们两个的很类似，是强度很类似，但是本质上、结构上是完全对比的。这边说，其实是你们的吸引力，是因为你们是处在一种需要被强调你们不同的一个关系里面哦，所以你们的吸引力应该是在于你们的差异性的不同、好奇心哦，这方面来做起点了。不是，好了，这张牌讲的不错了哈。这张牌讲说，这确实是一个命运交汇章节的开始，所以没错，你们创造第一次见面才是整个关系的核心，见面才是重点。好，这个落下来没关系，那是我个人的感叹而已。来，我们来往后面看哈。好，首先直接讲能量上，
灵魂上，你们两个确实是相异的能量，而且你们在灵魂家族或是宇宙灵魂范围里面的这个概念来说，你们是让彼此困扰的两个灵魂。但我却倒觉得，你们两个是非常在意彼此存在的两个灵魂。你们的相异造成相似，却造成了绝对的好奇心，所以才会每次很相近的时候，就很难错过彼此。这是你们两个灵魂的状态啊。那这边说，你们的同步率非常高，尤其是内心深层的探索跟未来性，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要让自己成为这世界上什么样子的位置、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概念，你们两个却是雷同的。你们虽然本质上的东西不同，可是你们想要形成的、塑造出来的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很雷同。这一件事情会在你们两个对谈跟认识之后，达到一个非常高标准的共识。好，两张牌都是这么说，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就在初次见面了的时候，就会有达到这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排除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弱化跟可能有事情杂讯把它排除掉，我们把它当成这是第0次，下一次才真的第一次见面。这边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非常深层的对话，会有非常对比的对话，可是却达到绝对的平衡。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你们对很多事情会有意见相左的状况，可是却愿意聆听，好奇聆听，却觉得有趣，不会觉得好像被攻击，或是觉得不被认同。你们会在很多的主题、很多的对话里面找到差异点，对彼此产生兴趣，对彼此产生好奇，甚至会达到敬佩跟尊重。你们会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达到一个绝对的平衡。这个就是这张牌讲的，你们两个人的相异跟对比性是需要在这份关系里面被强调的。所以这边有说，这边又讲了一次。好，这边也是啊，圣杯8。好，你们走的是不同方向，情感上走的是不同方向，也因为是不同方向而产生了某种绝对的拉扯和好奇心。我都会觉得相异的本质会造成绝对的好奇心。那这份好奇心会对彼此内心的探索非常深刻。那这种探索才能够深入到很内心的东西。那不久后，你们就会在很多的判断、理智的判断里面找到你们相处的方式。这张牌出的位置跟我们刚刚前一组牌出的位置一模一样。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会有很多的挑剔，会有很多的判断之后才决定才知道这个人是好的，才愿意在一起？有，你们会在这个时候的判断之后才发现说，这个是我认可的人，我愿意跟他在一起。是这样哦，你们是彼此的这里都是是有趣的关系啦。看起来像是互相刁难，可是却只是一直在找到契合的点，好像在为自己去佐证我心里的喜欢是真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组，我还蛮喜欢这组的啦。你们有一些交锋，有一些斗嘴可是却一直没有对彼此的喜欢扣分。这组是这概念，我还蛮喜欢的来，我再看一下一些状况其实这里都还不错了，也没有什么太挑剔的好，基于这张牌因为这张牌给的我觉得偏弱所以把我以为的方针都改变了。那我们姑且把这张牌当成只是同一条路径上的，我们来看看以另外一条路径上，我认为你们应该还没认识，在期待真正的第一次认识。我看一下这里剩余的牌能否翻到我的那一条路径，看他是否支持我说，其实是还没有认识还在期待真正的第一次认识。我来看一下这张，好吧，两张牌雷同，表示你们真的有遇到了，就是第一次真的状况不好那个交集点不多。我觉得第一次可能时间太短，我一直觉得时间太短，因为我一直感觉到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间，他很快就被拉走了没有太多的对话。这边也说，整个节奏、整个冲刺是逆向的，能量不够所以应该第一次见面就淡掉了。看来我们要期待的是下一次的
真正的第一次认识，好吗？哈，因为其他能量都走得不错，好，来，再用2张来定一下这里哈，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啦。我来看有没有其他的说法。这边说，这张牌讲的很玩味哈，很深沉。他说你们2个彼此的沟通就像是跟神对话一样，语言用的不同，用的层次不同，所以要有人与神之间的互相理解的程度。我们不要讲神与人了，我们只讲说2种完全相异的能量了哈。你们的彼此的内在的沟通和谐，判断对方是符合自己所期待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你们2个产生致命吸引力的一个流程啦。所以这里又再讲一次这里讲的，好，其实又再讲一次这里讲的。啊，这里也没有特别的，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是慢慢的会创造出自己的路径了哈。所以这些前面都讲过了，再翻也都是只是在佐证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翻一下时间点哈。你们2个能量最靠近的好的时间点在哪哈？来看看哈。参考这2个时间点哈，但我会比较倾向于真正的第一次互动见面那一次的时间点哈，看他给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是这很久这个到12月了耶再看一下这张。到12月初了，这近一点这个大概到也没有就9月初，我觉得这都太远了，我觉得这都已经是，我觉得那个真正见证太远了哈，但是也不无可能啦，不过我觉得太远了，因为通常我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下的题目是你们的第一次真正见面，他给这2个。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我会觉得说前面应该有些零星的小遇见，跟这一次跟这个遇见可是没有很好的发挥一样。那真正最好的互动可能就这2个时间，可能就要下半年下半年。有点小失望，但能量都这么说的话，我们再抽一张看看有没有相似的能量点哈。这个也来得蛮后面，这个还到12月中了，3张都到后面。好啦。可能你们2个真的比较近的方向是这个，但是不要忽略了哈。我一直说这个能量前面都有一些周期性，有2个月半、3个月的周期性。所以以9月来说，你看到12月的2个月半前面就9月了嘛，所以它这边还有一个周期哈，所以它可能就到6月中6月中，然后可能3月初这样子6月中、3月初可能也有一个比较好的见面。可是那个能量可能就是这2张牌的能量，就比较小。互动也比较淡，互动也比较淡。那如果它的流程要这样走的话，我们再来诠释一下这几面的牌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讲说，你们每一次淡的，就会发现蛮多的，更多更深的交集啦。等于说这里在讲的你们2个内在的交集很深层的，一触即发的一见如故，这个就被分散了。可是我个人还是除了牌面讲的话，我个人的感觉，我还是觉得你们会有一次见面，然后就所有东西都爆发，会有一见倾心，一见如故，很多内容都很投缘，可是又觉得2个人好像明明就来自不同的世界相信的东西不同，然后工作、生活、家庭也可能都不同，所学的环境背景可能都不太一样，甚至工作的范围。等级呀、薪水收入有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可是却有一种非常契合的感觉，它会达成一种绝对的对比平衡，让你们2个好像是一起的，是为伍的，没有分别的。我一直觉得有这个概念，所以有可能要突破这些状况，它可能会在其他的我相信的那个事件点会自己突发出来，也有可能啦因为我一直感觉到是那里，可是牌面没有翻出来那我们就姑且当成是我感觉那一条是一条线，牌面说的是1条线、2条线，去看哪一条线比较容易发生好，没关系，反正至少我对这组牌的感觉是好的，它就是一个即将发生的好事，而且是有趣的。所谓的有趣，是因为你们的相异值很高，可是却又达到一个高度的契合，尤其是对未来的方向感很快。
不能说很快啦，在很多的判断之后，就很快的就达成某种共识，就觉得好，我们两个要走在一起。它是一种理智的想要走在一起哦，两个人都是这样哈，所以这组对我来讲是好的，是有趣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看。但是这组也算是新的一条路径。今天的3组牌都是我觉得翻的是新的路径，跟其他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至少有一个可以特别期待的一个故事线了哈，我们也一起来好奇一下。好，来，那我们来看3张动物灵卡给你最近生活的一个建议哈。来，第一张。第一章说的是说，最近你有某种不错的力量、忍耐力、忍受力，可能最近有些事情在忍受或什么，就忍耐下来。现在你现在的内在的力量很强，忍受力量很强，很多力量都很强，你想要发挥，你想要去施展都可以啦。最近的内在的韧性也不错。那再来这个还不错，这里还说最近你要多相信你内在的一种个人的声音、自我的声音、独创的声音，要相信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不同你会觉得说你可能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可是现在这个声音能量确实是比较强，跟这个一样，这有搭配起来你要多相信自己，最近要多相信自己，因为这里的直觉能力很强，内在直觉能力现在是偏强的。好。这里讲的是说，有一些好能量、正能量，最近在你的家人身上哈。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负能量比较强，缺少一些能量，去找你的家人哈。最近你的家人的能量都比较好，去找他们疗愈、充电一下。好，那就这样哈。这是今天的3号牌，很有趣的一组牌了哈。你可以回味一下大概其中的细节跟内容哈。那我难得我自己内在直觉的路线跟牌面不太一样。但我还是努力的诠释了、解释了牌面给的讯息，去找我跟他的共通点跟不同点。基本上我觉得差异点很大，我相信的感受到路线跟这里有点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去看看哪一条路线发生的比较好，但都是不错的路线哦。好，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